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深秋的夜晚，雾气笼罩着彰化139县道，空气清冷且沉重，黑暗压得人喘不过气。四周一片寂静，只有偶尔几声远处传来的犬吠和风吹过稻田的沙沙声。没有星星，也没有月亮，天与地融为一体，仿佛所有的界限都消失了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阿杰刚结束一次艰难的出差任务，孤身一人驾驶着车驶入了这条少有人行的道路。车内收音机里传来模糊的广播声音，偶尔夹杂着一些杂音，打破了周围的死寂。阿杰睁大了眼睛，试图从车窗外的黑暗中分辨出些什么，但除了偶尔映入眼帘的路边草丛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轻轻地叹了口气，按下车窗的按钮，车窗轻微地下降了几分，凉风随即涌入车厢，带来一丝清新，但更多的是一种不安的寒气，仿佛空气中隐含着某种无法言说的压迫感。阿杰轻轻地抬起头，透过挡风玻璃望向前方，那条曲折的道路就像一条通向未知的隧道，黑暗吞噬了所有的光亮，真是个鬼地方。阿杰嘀咕着，自己的声音在车厢里回荡着，有些刺耳。他心里知道，自己是因为赶时间才选择了这条捷径。作为一个经常跑业务的年轻人，他知道这条道路可以大幅缩短他到家的时间。尽管它荒凉且少有人烟，但即使如此，他还是有些不安。每当夜幕降临，驶入这条路时，总会不由自主地觉得一股无法解释的恐惧在心底蔓延。这种感觉他并不常有，尤其是在孤独的旅途上。每次经过这些空无一人的地方，总有一些无形的力量，像是阴影般悄悄在背后跟随着他。那股气氛和那些从未见过的眼睛一样，让他浑身不自在。车速渐渐放慢了，阿杰微微转动方向盘，进入了一个更为偏僻的路段。这里路旁的杂草已经蔓延到路面，几乎看不见了原本的道路痕迹。前方的路灯闪烁不定，几乎要熄灭，映照下的景象显得更加模糊不清。这地方真干羞羞了。阿杰有些自嘲地笑了笑，试图打破自己内心升起的紧张感。然而随即传来的电话铃声却让他的心跳骤然加速。阿杰急忙拿起手机，看到的是一个陌生号码。他犹豫了片刻，还是接了起来。喂，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。电话那头传来一阵静默，似乎在等待什么。接着才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：你在139县道上。阿杰愣了一下，心中掠过一丝寒意。这个声音他从未听过。你是谁？他顿时觉得不对劲，语气也变得警觉。别回头。那人依然用低沉的嗓音说，语气没有丝毫波动。什么？阿杰的心脏猛然一跳，感觉到一阵莫名的压迫感。他强迫自己冷静，快速环顾车内，四周一片安静，除了车内那点微弱的灯光，什么也没有。电话那头的人似乎没打算继续解释，话语简短而神秘。你会看到的。突然电话被挂断，阿杰愣愣地看着手机屏幕，指尖冰冷，心脏似乎跳得更快了。他将手机放下，脑海中一片混乱。是恶作剧吗？还是……他不敢想下去，猛地一转头，却只见到车窗外黑漆漆的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。那通电话像是一记重锤，击打在他心头。虽然他没能看到任何异常，但那份莫名的恐惧感却始终萦绕不去。阿杰深吸一口气，决定让自己保持冷静。深夜行车，偶尔会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，或许是个玩笑罢了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阿杰越来越感到一种莫名的紧张。每当他看到路边那几乎被遗弃的田野和荒草，心底的恐惧便悄悄地滋生开来，仿佛有一双无形的眼睛正盯着他看。就在他准备加速时，突然间他看见了前方路的尽头，有一个光点，微弱闪烁。那是什么？他下意识地轻踩刹车，紧张地握紧方向盘，心中一片迷茫。阿杰盯着前方，眼睛几乎被车灯照亮的光点吸引住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按了下刹车，车速慢了下来。
车灯的光束在黑暗中划出一道光线，照射到远方的路面上，那个微弱的光点也渐渐清晰。那是一辆摩托车，孤零零地停在路的中间，车灯闪烁不定，宛如在黑暗中发出的幽灵之光。阿杰皱了皱眉头，心跳骤然加快。深夜，荒郊野外，路上几乎没有其他车辆，怎么会有摩托车停在这儿？而且那光点闪烁的方式显得如此诡异，仿佛在向他传递某种暗示。心中一阵疑虑，他小心翼翼地将车速放慢，靠近那辆摩托车。当他开车接近时，他注意到这辆摩托车似乎没有人驾驶，车把和座位上空无一物，只有车灯微弱地闪烁着。阿杰的心跳更加剧烈，无法抑制的恐惧涌上心头。他将车停在摩托车旁边，透过车窗观察着那辆不速之客。这真是太不正常了，他喃喃自语，语气中充满了不安。他轻轻推开车门，警觉地看向四周，周围是一片死寂，没有任何动静，连一丝风都没有，空气静得让人窒息。阿杰的目光再一次锁定在那辆摩托车上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去靠近他。他知道自己不应该停下来，他知道这条路上很多人曾经讲过关于幽灵摩托车的故事，但他的好奇心和不安却驱使着他走近。他走到摩托车旁，伸手去摸那辆停得稳稳当当的摩托车，车身冰冷，和周围的空气格外格格不入。正当他准备转身离开时，突然听见一声低沉的引擎轰鸣，打破了寂静。阿杰猛地回头，眼前的摩托车竟开始发动了，引擎的轰鸣声穿透了寂静的空气，响亮的让他耳膜发痛。可是奇怪的是，车上并没有人，他的双腿仿佛被钉在了地上，心脏疯狂跳动。摩托车发动的那一刻，灯光瞬间变得刺眼，照亮了四周的阴暗。阿杰愣愣地站在那里，眼前的摩托车竟开始缓缓地向他移动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控着他。他慌忙后退，试图回到车里。怎么回事？他嘴唇发干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摩托车继续行驶，缓慢而坚定地穿越他与车之间的距离。当阿杰回过神来，他已经不敢再站着不动。他迅速转身，几乎跌跌撞撞地跑回车里。刚刚坐进车内，他快速发动了引擎，打算尽快离开这个恐怖的地方。然而当他踩下油门，车速加快时，那辆摩托车却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突然加速，紧跟在他身后。阿杰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。后视镜中，摩托车的车灯依然闪烁着，越过了他车子的尾灯，开始逐渐逼近。这不可能！阿杰猛地扭动方向盘，试图甩掉它，但不管他如何加速，那辆摩托车总是在他车的视线边缘，似乎永远无法摆脱它。阿杰开始觉得越来越难以忍受这种情况，肚子里传来的不安感让他无法集中精神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咬紧牙关。摩托车似乎并不着急，他就这样默默地跟在他身后，速度没有加快，也没有减缓。突然，阿杰听到耳边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，像是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，但又不完全是风声。那声音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响。阿杰紧张地转头去看，但眼前空无一人，他的心跳仿佛要爆裂开来，车内的空气压得他喘不过气，那种被看不见的力量逼近的感觉愈发强烈。这时，车头的灯光照亮了前方的一片黑暗。突然，他看到不远处的路面上似乎有些什么东西在反射着光芒，那是一块破碎的石板，破碎的边缘闪着诡异的光。阿杰的视线紧盯着那块石板，他几乎是下意识地打算绕过它。正当他转动方向盘时，那块石板的反射突然变得极其明亮，像是直接照进了他的眼睛。这时他低声喃喃，但话还未说完，他的目光被一个身影吸引住了。就在摩托车紧随其后时，阿杰看到那个身影清晰地出现在前方，那是一个模糊的轮廓，穿着黑色夹克，背影看起来熟悉又陌生，仿佛某个曾经存在的人，曾经经历过一次他再也忘不掉的车祸。阿杰不禁打了个寒战，脚下的油门一松，车子猛地一个急刹，几乎撞上前方的石板，车子急剧停下，轮胎与路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尖锐声响。阿杰猛地抓住方向盘，
心脏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。他几乎是本能的将头转向后视镜，看到了那辆幽灵摩托车，他依旧跟在他后方。车灯的光芒照得后座一片明亮，但最让他毛骨悚然的是摩托车上空无一物，座位上没有骑士，只有车灯孤独地闪烁着。那道光像是一个恶魔的眼睛，直直盯着他，迫使他无法逃脱。这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。阿杰的声音颤抖，嘴唇发白，脑袋开始充斥着一阵阵的晕眩感。他从未经历过如此恐怖的事情，在黑暗中，自己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，无法挣脱。他狠狠地踩下油门，发动机发出低沉的轰鸣声，车子再一次加速冲了出去，试图甩开那个诡异的摩托车。但每当他加速，后视镜中的摩托车就像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牵引一样，依旧紧随其后，距离始终保持不变。阿杰的手心已被汗水湿透，眼睛不敢长时间注视后视镜，只能勉强看着前方不断逼近的黑暗。他的思维开始混乱，脑海里充满了疑问：那是幻觉吗？还是有什么东西在操控这一切？他再次转动方向盘，试图绕过一个急转弯，却发现无论他如何调整方向，那个摩托车总是出现在他前方，不偏不倚地跟随着他，就像是被某种宿命安排好一样。无论他怎样逃避，他始终如影随形。风吹过车窗的声音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阵低沉的引擎轰鸣声。那声音越来越近，仿佛他正在靠近自己，拉近距离。阿杰的眼角余光透过侧窗看到了那道闪烁的车灯，离自己越来越近，近到几乎可以感受到那股冷冽的气息。他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拼命加速，也没注意到外面的景象开始变得模糊不清，仿佛整个世界的颜色都在不断褪去，留下的只有2点冷冽的光。黑暗仿佛吞噬了所有的一切，唯独那辆摩托车仍旧坚定地紧随其后，像一个幽灵般缠绕着他。停下来，停下！阿杰绝望地喊出声来，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一样，发不出声音。空气仿佛凝固了，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恐惧的光芒，那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，似乎他永远都无法逃离。就在这时，车前方的道路突然出现了一个转弯，前方是一段黑暗的隧道，隧道的两侧没有任何灯光，只有黑洞洞的深渊，仿佛通向地狱的入口。阿杰的心跳剧烈加速，他能感觉到自己眼前的一切正在发生巨变，那种不安感几乎让他窒息。我不敢进去。阿杰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呐喊，可他现在并没有选择的余地。摩托车的轰鸣声紧紧逼近，甚至能听到引擎的喘息声，那声音像是来自地狱深处，充满了压迫感。他没有时间再犹豫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猛地踩下油门，车子冲向隧道的入口。随着车灯的照射，隧道的黑暗慢慢吞噬了所有的光线，四周安静得令人窒息。阿杰的心跳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，呼吸变得急促。隧道深处，黑暗仿佛无尽，车子在其中行驶着，渐渐失去了方向感。突然，阿杰感觉到车速似乎减缓了，这不是他刻意去减速的，而是车子在某种不明的力量作用下，仿佛被固定住了。他的眼睛瞪大了，转头看向四周，没有任何东西，只是那片无尽的黑暗。就在这时，他的眼前突然闪现出一幅画面，那是一条黑色的摩托车，车身破旧，仿佛被时间遗弃了。他在隧道的深处静静地停着，车灯的光芒微弱，却依然闪烁。没有人，没有声音，只有那道光在黑暗中闪烁着，仿佛一个失落的灵魂。阿杰的心跳停止了，他无法再呼吸，眼前的景象让他无法分辨现实与幻觉的界限。那辆摩托车开始移动，缓慢地逼近，逐渐填满了整个视野。他的车灯越发明亮，仿佛要穿透阿杰的眼睛，直击他的灵魂。突然，他听到一阵低沉的脚步声，像是从隧道的深处传来，那声音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响，直至他能清楚地听到每一步沉重的脚步声，仿佛某个看不见的人正在向他走来。不要！阿杰突然尖叫了起来，双手疯狂地抓住方向盘，用尽全力试图将车子甩开那股不断逼近的力量。就在他以为自己快要被吞噬的时候，摩托车消失了，四周恢复了寂静，
但阿杰的心跳仍在剧烈跳动，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惧感。他知道，刚才的画面不只是幻觉，那辆摩托车，它是真实存在的。他猛地回头，想要看清后方的一切，但迎接他的是一片空无，那辆摩托车已经不见了。阿杰的手依旧紧握着方向盘，指尖苍白，关节因为过度的用力而微微颤抖。车内的气氛压抑的让他几乎无法喘息。尽管摩托车消失了，周围依旧弥漫着一种莫名的寒气，他的胸口如同被一块沉重的石头压住，每次呼吸都变得更加困难。黑暗像潮水般蔓延，将他和外界隔绝开来，仿佛他成了一个孤岛，漂浮在无尽的恐惧和压迫中。只是幻觉，一定是幻觉。阿杰喃喃自语，他希望能通过这种自我安慰来平复内心的惊慌，但他知道这并非那么简单。他再次快速扫视着四周，视线停留在后视镜中，车灯的光芒将隧道的墙壁照得斑驳陆离，昏暗的景象让人感到更加不安。然而后视镜中却什么也没有，一片空白，没有那辆摩托车的影像。可是阿杰明明清晰地记得，那辆摩托车刚才就在他的车后，近的几乎可以触碰到。他记得他那不属于现实的闪烁灯光，记得他那幽灵般的存在。尽管现在看似一切恢复了平静，但他心底的不安感愈发强烈，仿佛有什么东西仍在追赶着他。他下意识地再次转动方向盘，试图找回那份熟悉的控制感。然而他的动作似乎有些迟缓，眼前的黑暗让他无法清晰判断前方的路况。车内的空气越来越冷，冷到他甚至开始看到自己呼出的白气。阿杰的目光瞥向车窗，窗户上已经开始凝结出一层薄薄的水雾。他伸手去擦拭，却发现手指触及的冰冷感让他一阵打颤。车窗上的雾气似乎并未消散，反而更加浓重。奇怪的是，镜面上逐渐显现出一些模糊的影像，那些影像扭曲而扭曲的，如同一团雾霭，摇摇欲坠。阿杰睁大了眼睛，试图看清楚，但图像仍旧模糊不清，难以捉摸。他的心跳再次加速，冷汗从脊背滑下。突然，车内的收音机一阵异常的噪声响起，吱呀作响，像是被某种力量干扰。接着，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穿透了噪音，响起在阿杰耳边：“你没有逃脱。”阿杰的双手猛地从方向盘上抬起，脸色苍白。他望向四周，眼睛死死盯着车窗外，耳朵里还回响着那个声音。它不属于现实，仿佛来自于另一个维度。那个声音充满了阴森的气息，仿佛在无形中宣判了他的命运。你没有逃脱。那声音再次回荡，近乎压抑，带着一种奇异的节奏。阿杰想要喊出来，但他张开嘴，却发不出一丝声音。他的喉咙仿佛被什么东西卡住，空气越来越稀薄，连同他的一切感官都开始模糊。他的眼睛开始失焦，意识开始漂浮，仿佛被那无形的力量所笼罩。他猛地甩了甩头，试图摆脱这股莫名的压迫感，但他发现自己完全无法自控。那股压抑感像是一只无形的手，紧紧攥住了他的胸口。停下来，他听到自己低声说道。然而那声音却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，带着一丝陌生的冷漠。停下来，他重复着，声音逐渐变得遥远，仿佛一切都不再属于自己。此刻，阿杰的世界变得模糊，像是置身于一个不断崩塌的梦境中。四周的黑暗包围了他，时间变得不再重要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，全都交织在一起，纠缠成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局。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，也不知道他到底还能活多久。他的意识开始模糊，他的身体仿佛失去了知觉，只有那低沉的引擎声在耳边回响，仿佛是某种古老的召唤，将他拉向未知的深渊。突然，他的目光猛地落在车前方的一块石板上，它破碎的边缘反射着光，像是一道明亮的符号，闪烁着某种不祥的预兆。就在阿杰准备转过头去，心中却有一个声音响起，那就是你要去的地方。他不敢回头，也没有时间回头。他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动，仿佛身后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正在盯着他看，等待着他走向某个无法逃脱的命运。他紧握方向盘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尽管内心的恐惧已经深深嵌入骨髓。
他迅速打转方向盘，试图绕过那块破碎的石板，但却发现车子似乎失去了控制。他开始向前冲去，无法刹停。就在这时，眼前的黑暗突然变得更加浓重，像是一片无法穿透的迷雾，吞噬了所有的光亮。你会看到的。那个声音再次响起，犹如一个死者的低语，深沉而悠远，带着不可抗拒的诱惑。车子似乎瞬间进入了一个没有尽头的漩涡。阿杰感到自己开始失去控制，世界开始转动，视线变得模糊不清。就在他失去意识的刹那，心中传来一声不属于他的声音：你将无法逃脱。然后一切陷入黑暗，寂静的让人无法喘息。阿杰的意识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拉扯，突然间车子停止了运动，他的双眼慢慢睁开，脑袋一阵眩晕，仿佛从一场深沉的梦境中苏醒。四周的黑暗依然笼罩着他，没有一丝光亮，没有摩托车的轰鸣声，没有那种压迫感，只有一片死寂。他盯着前方的空白，眸子渐渐适应了黑暗，发现车子已经停在了一个陌生的地方。外面的世界依旧充斥着无边的黑暗，连一丝月光都没有，周围似乎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。阿杰感觉到一阵冷风从车窗外吹进车内，冰冷的空气像针刺一样刺入他的皮肤，让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。怎么回事？他低声自语，内心充满了疑惑和恐惧。刚才明明是毫不留情的追逐，现在却在一瞬间完全停止。他仿佛进入了另一个维度，一个他无法理解的空间。他轻轻拉开车门，空气更冷了。阿杰下了车，脚下的地面异常坚硬，他踩在上面时发出清脆的声音。抬头望去，周围是一片空旷的田野，远处似乎有一些模糊的黑影，但并不清晰。这并不是139县道，这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地方。我明明还在隧道里。阿杰愣住了，回头望去，却什么都看不见。原本应该是隧道的黑暗，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只是这片无边无际的寂静。他环顾四周，试图寻找一点线索，但四周依然一片漆黑，除了冷风的呜咽声，什么都没有。他的心脏再次开始剧烈跳动，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。他感到自己仿佛被困在了某种虚无的空间里，时间在这里失去了意义，仿佛一切都陷入了停滞。脑袋昏昏沉沉，他想要回到车里，却又觉得自己好像无法动弹。该死，快回来，快回到车里。阿杰用力摇了摇头，强迫自己清醒。他迈步走向车子，却发现每走一步，脚下的土地都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，地面上的杂草也逐渐变得弯曲，像是某种无形的力量在操控着它们。突然，阿杰的视线落在了车前的远处，那片黑暗中似乎出现了一个模糊的影像，那是一个人影，慢慢地从黑暗中走出，身形被夜幕拉得很长，模糊的看不清面容。阿杰的心脏猛地一跳，停住了脚步，盯着那个影像。那个人影逐渐清晰了起来，他看见了一个穿着黑色夹克的人，身影似乎渐渐逼近。然而，这个人并没有任何动作，只是站在远处，像是被某种力量操控。阿杰不自觉地后退，感觉到一股无法言喻的恐惧正从心底升起。你是谁？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喊出声，声音在寂静的空气中回荡，仿佛没有尽头。然而，那个人影并没有回应，只是继续静静地站在远方，身形在黑暗中摇曳。别过来！阿杰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，脚步却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。他能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压迫感，仿佛被无形的力量逼得动弹不得。突然，那个身影开始动了起来，缓慢而坚定地朝他走来。阿杰想要转身逃跑，却发现自己像是被某种东西束缚住了，双腿根本无法挪动。他的心跳加速，血液涌动，耳边的声音变得模糊不清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眼前变形。你是他吗？阿杰几乎喘不过气，眼前的人影越来越近，直到他能够清晰地看到那个身影的轮廓，一个陌生的面孔，苍白且没有表情，眼中充满了深深的空洞。那个人的嘴唇动了动，仿佛想要说些什么。阿杰听见了，声音是如此沙哑，像从千里之外传来。你没能逃脱。话音刚落，那个人突然消失在空气中，
仿佛被黑暗吞噬，连同他的一切都无影无踪。阿杰站在原地，愣愣地盯着空荡荡的地方，脑袋一片空白。他想要呼吸，却觉得空气越来越稀薄，像是被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四周的世界开始变得不真实，眼前的景象迅速扭曲，他的脚下开始沉入泥土，像是在某种深渊里逐渐下沉。我要离开这里。阿杰的声音几乎微不可闻，他开始拼命挣扎，想要脱离这股可怕的力量。就在这时，车窗外传来一阵轻微的摩托车发动声，声音低沉而沙哑，像是某种幽灵的召唤。阿杰回过头，眼睛死死盯着那道远远闪烁的车灯。那辆空无一人的摩托车仿佛又回到了他的视线之中，穿透了整个黑暗。他猛地冲向车子，挣扎着想要进入。然而在他迈向车门的那一刻，他的视线突然停留在了车窗外，那辆摩托车的背影再次出现在他眼前。阿杰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。那辆摩托车，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轮廓，仿佛一直存在于他的生命中，纠缠着他，挥之不去。摩托车的车灯依旧在黑暗中闪烁，发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光，逐渐逼近。他想要逃跑，却感觉到自己被某种力量紧紧抓住，双腿像是被铅块压住，无法动弹。他的目光牢牢地锁定着那辆摩托车，仿佛被他的光芒吸引过去。心中的恐惧与不安在不断蔓延，但他却无法控制自己，一步步向那辆摩托车走去。不要过来！阿杰低声嘟囔，尽管内心充满了恐惧，但脚步却无法停下，仿佛他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牵引，走向不可知的命运。当他终于站在摩托车前，他的眼睛骤然瞪大。那辆摩托车依旧没有骑士，座位上空无一物，车灯依旧微弱地闪烁着。奇怪的是，车子的发动机依旧在低沉的轰鸣，仿佛在邀请他上车。阿杰的视线再次被吸引，目光开始模糊，他几乎忘记了所有的恐惧，只剩下那辆摩托车的吸引力。他伸出手，缓慢地靠近车把，感到一股冷气扑面而来，仿佛从车体内传来的一阵冰冷的风。你究竟是谁？他声音低沉，几乎是自言自语。突然，一阵风刮过，车灯闪烁得更加剧烈，像是某种回应。就在他准备坐上摩托车的瞬间，背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你真的以为你可以逃脱吗？阿杰猛地回头，眼前的景象令他几乎瘫倒在地。那个人影，那个黑色夹克的身影，依旧站在他不远处，面无表情，眼神空洞。与他之前看到的不同，这次阿杰能够清楚地看到那个人的面容，这是一张他再熟悉不过的脸，那是他自己。你，阿杰的声音哽咽，身体开始剧烈颤抖，眼前的景象像是一个噩梦，无法分辨真伪。他的心脏剧烈跳动，几乎要从胸口跳出来。你怎么可能是你？阿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那张面容竟然和他一模一样，脸上的表情空洞且无生气，仿佛他看见的并非自己，而是一个死去的幽灵。你错了，那个人影冷冷地说，声音空洞而低沉，你并没有逃脱，你早就被困在这里了。阿杰的脑袋轰然一震，仿佛有什么东西猛地撞击了他的神经，那些困扰他的思维突然变得清晰而且无情。他开始回想起过去的细节，从那通电话开始，到那辆摩托车的追逐，一切的一切都像是一个精心编织的梦境，而他却一直未曾觉醒。这一切，他喃喃自语，眼中充满了震惊与恐惧。我明明是在回家的路上，怎么会？你知道吗？那个幻象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一丝冷笑。你不再属于那个世界，你已经死了，你只是还不知道而已。阿杰的身体僵硬，眼前的景象开始愈发扭曲，黑暗再次吞噬了他的一切。他想要反驳，但喉咙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堵住，言语无法出口。他开始记起了那些迷雾般的片段，那场车祸的记忆，那个不明原因的失控。他明明是在回家的路上，突然感觉一切都变得不对劲，随后的恐惧感越来越强烈，直到他在一个弯道上失去了控制，然后你就被困在这条路上，永远无法逃脱。那个面容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幽灵冷冷地说，
阿杰的内心深处突然泛起一种剧烈的疼痛，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直在逃避的真相，他已经死了。那场车祸，那个他无法逃脱的命运，已经注定了他在这个鬼地方徘徊。无论他如何挣扎，那辆摩托车，那个幽灵，都无法逃脱他注定的命运。阿杰无法再说出任何话，他的双腿开始失去力气，身体逐渐沉入黑暗中。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变得愈发模糊，仿佛逐渐消散在空气中。随着最后一声低沉的引擎轰鸣声，阿杰的视线完全模糊，身体最终陷入了那片无法逃脱的黑暗中。几个月后，彰化139县道的寂静并未改变，依然是那条蜿蜒的道路，依然是那片没有尽头的黑暗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这条路已变得习惯性的安静与孤独，但也有人开始传说起了那条路上永远无法解释的事件。有一天，一名陌生的司机张先生刚从附近的一个小镇赶往市区。那是一个阴霾的傍晚，天空布满了灰色的云层，透过车窗望出去，外面一片昏暗。张先生并不在意，他正准备穿过那条他已熟悉的139县道。当他驾车行驶到某段特别偏僻的路段时，突然发现前方的视线出现了一片奇异的光亮，那光芒闪烁而不稳定，宛如鬼火般游走在黑暗中。张先生心中一紧，这条路不是什么繁华的道路，怎么会突然有车灯闪烁？他减缓了车速，眼睛紧紧盯着前方。渐渐的，那道光亮变得越来越近，终于他看清了那道光源，是一辆摩托车，车灯闪烁着光，幽灵般的静默而不急躁的前行。但是最令人惊恐的是，摩托车的座位上空空如也，没有人骑，摩托车竟然自己在那片荒凉的道路上行驶。张先生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了方向盘，心跳加速。这个景象似乎在挑战着他理性边界的极限。他加速追上那辆摩托车，想要看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。然而，几乎在他追近的一瞬间，摩托车忽然停了下来，灯光瞬间熄灭，变成一片死寂。张先生猛地踩刹车，车辆停在了摩托车前方。他的视线迅速穿越车窗，寻找着那无形的骑士。车灯渐渐照亮四周的黑暗，张先生的心跳声在车厢里回响，但四周依然没有动静。就在他以为自己刚才看错时，突然他的后视镜里出现了一道身影。张先生猛地回头，眼中映出了一张苍白没有表情的面容，那人的眼睛空洞无神，仿佛并非活人。你是谁？张先生喃喃道，他的声音带着一丝紧张。那张面容仿佛已经在他的记忆中深深烙印，那是他自己，或者是他在梦中曾见过的另一个自己。然而那个人并没有说话，只是一动不动地站在摩托车旁，目光深沉的仿佛能够穿透一切。张先生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在心底滋生，他迅速转身，重新发动引擎，加速驶离那片诡异的场景。车子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后视镜中的身影却始终没有消失。那个人依然站在那里，凝视着他，直到他驶出了那段路段，那个身影才完全从视线中消失。张先生回头望着那片渐行渐远的黑暗，内心充满了疑虑和不安。他清楚地知道，自己刚才见到的绝非普通的路人，也许那个身影并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他没有再停留，直奔市区，直到天亮时分，才终于回到家中。虽然他努力地告诉自己那只是幻觉，但他知道那一晚的经历注定将伴随他一生。那个陌生的面容，那辆无主的摩托车，始终深深烙印在他的记忆中。他们的背后似乎藏着某种无法言喻的真相，等待着下一个不幸的人去发现。不久后，几起类似的目击事件开始在当地流传。有些司机表示，在深夜经过这条路时，曾看到同样的摩托车，甚至有些人声称看见那辆摩托车的车把后坐着一个熟悉的面容，那是他们自己，或是某个他们认识的亲人。每当夜幕降临，139线道上似乎就会发生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，而那些曾经驾驶过这条路的人，都在内心深处藏着一个永远无法忘记的谜团。那个幽灵摩托车是死者的冤魂，还是另一个未知的存在？他究竟在这条路上徘徊了多少年，又在等待着什么？
也许某一天，新的目击者会再次出现在这条路上，揭开那层尘封已久的谜团。但无论是谁，所有走过这里的人，心中都会明白，那条路从未只是道路，它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门扉，永远无法打开，也永远无法关闭。